这是要防备什么哥斯拉怪兽？居然会让咱们这么厉害的人都聚在这里？哼，好多都是秘密战场上的老熟人，各个组织的兵马已经杀死。牢里关着的是什么人？这种配置全球罕见。如果有一个人仅仅只是因为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某个人说了一句让他非常不爽的话，无论他是谁，身在何处，周围有多少人保护，第二天这个人可能会尿裤子，可能会丢了小命，也可能在屁股上被写上到此一游。这样的人，你们说可怕不可怕？怎么可能有这种人？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我还以为只是个传说。快说说，老子的长枪专打传说。此人无名无姓，据说仅靠一人之力，就让全球地下世界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大佬们改变了规则和秩序。被他盯上的目标，就如同坠入看不见一丝希望的黑暗之中。他的代号，没错，他若为神，天长明；他若化魔，如永夜。有人！是目标吗？谁会没事来这里呢？哟，美女，咱们打个赌怎么样？啊，你想赌什么？如果老子解决了他，你就做我的搭档怎么样？若是你输了呢？若是我输了，那我就做你的搭档。成交，帅小伙儿。真是最适合狙击的天气了。对方距离这里至少2000米。他的世界第一的狙击记录是3540米吧？这一枪可真够贵！什么？怎么可能？从哪里来的？老板，到底是什么家伙？就凭这点东西，就敢跟我们叫板？丫是老了吧？随随便便就被抓走了。我就说他最近胸肌下垂了。当面问他，就知道了。我来，让你尝尝老子调出来的云爆弹。为什么要招惹丫？老大可是超级护短的人呢。大家快干掉他！晚了。老大，好久不见了呢。今晚可以请我吃顿西餐吗？你这个年老色衰的狐狸，休想跟我抢老大的时间！欢迎我的贵客。什么情况？又是一个疯子。说说吧，你还有什么保命手段？只要这里停止了思考，或者我离开了这里，这里方圆10公里的地方，瞬间就会化作一堆飞灰。老大，地下确实埋藏了很多高能炸药，所有触发链接已经都切断了。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说服丫配合你一起演这场戏的？什么？3句之内，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地下君主永夜对敌人冷血无情，但是唯独对自己身边的5个手下极度护短。若是不这么做，要找到你，恐怕得费不少力气。第1句，你相信轮回转世吗？一张照片能说明什么？如果我说这是一张来自2000年以后的东西，若是旁人说出这番话，我会当做一个笑话。3句已过，看样子你是有兴趣往下听了。距今2000年以后，人类早已进入了修真文明。人类本身的潜能远超想象，神话时代的仙佛遍地的盛景成为了现实。你信不信？信不信，取决于我最终的判断。所谓的修真嘛，无非是当人类发现了原来人类的身体也具备释放火焰、操控各种自然现象、身体极限的力量的运用远超常规的这个真相。万年前的仙佛神话被重现了。然而，人性始终没有改变。获得了仙佛之力的人们只顾着战斗、争夺权力，完全遗忘了对于人类向更高层次进化的探索。但是，仍旧有极少数人从未停止追寻人类终极进化的意识。永生河道这2个让人痴迷的终极奥秘，有一个痴迷此道的人开发出很多新奇的奇门法术，有2个特别的法术让他找到了希望。其一便是能够窥见目标前世今生，被他命名为洞观筋骨。雨来了！雨来了！谢谢神人降雨！谢谢神人降雨！抱歉，因为环境不同的关系，我并没法深入施展这招。第2个法术是什么？你终于感兴趣了呢。其2便是能跨越时空，和自己的前世们建立联系的葛世明，帮助他寻找着能够动摇天下之财的身处各个时代的豪杰们，说服他们前往那个世界，一起倾覆天下。怎么样，愿意去吗？若是真的能够实现你所说的转生到2000年以后，作为那个世界的你的转世来说，就像是突然觉醒了前世的一切，之后2个独立的人格争夺同一个身体，然后强者胜，弱者亡。没错。啊！开什么国际玩笑？老大你是疯了吗？到底和你说了什么鬼话？你居然要和这家伙去2000年后找一个死了10几年的人！一墨的，老娘就知道你一直想要给姐姐报仇，一直想要老大的命。我也会一起去。什么？
你也有病吗？这便是通向未来的隔世之门，伟大的奇迹呀！老大，你要丢下我们吗？他已经为你们办好了全新的身份，从此以后，你们可以重新回归地上的世界，过普通人的生活。够了，我也去。喂，虽然不知道你跟老大和鸭说了什么，门票还够吧？够。我不认识他，也不想认识他，但是他是老大活下去的原因，而老大你是我们活下去的原因。既然你决定好了，我与你一同赴死。我也去。算了算了，不管了，少了我，你们就是瞎子。就算是去地狱，也得让我大闹一场。喂，大屁股，你呢？我留下。若是真有未来，会需要一个人留下的。我是狙击手，与你们这些只想着依靠老大的废物不一样。我比你们坚强，能忍，而且2000年以后见。真能到2000年以后，恐怕你也变成一堆白骨了。头装老吧。他不是说再过几年，世界就会迎来起点吗？我会尽一切办法活下去的。到时候，你恐怕就得叫我祖宗了。可以走了吗？这是只有在最肮脏、最残酷的地狱，才能结出的最美的花。真是羡慕你们呐！2000年以后见。永夜君临前20分钟。仙武呼法，文系。仙武斗技。阳，双，连，热身好了没？这场打完，钱就够了吧？当然，还有多的。你会遵守承诺，放人的吧？哈哈哈哈哈！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我奎爷若是没有这点信用，还怎么在中都斗馆界混？哈哈哈哈哈！打完就带我去接人。如果你胜了，要不要做我馆的斗训师？别做梦了，我才不会当狗。
老子是最强的！斗士元山轻松获胜，为他的战绩再添一笔胜利。这下他的排名又上升了，大家欢呼起来吧！接下来是下一场比赛。从青龙门出来的是1年前进入这地下斗士赛，修武仙法，获得9胜0败的超级新人白练。据说打赢了这一场，他就会隐退，真是太可惜了呢。他的对手是在这残酷的地下斗士赛隐退的老人，在残酷的生死斗中活下来的，战绩25胜6负的鬼王枪龙夺。如今为了治愈女儿的绝症，再度复出。这趟世道残酷，你我无冤无仇，既然在此相斗，各自有着不得不活出性命的理由。即使给那些自诩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们当作消遣的乐子，那就生死无怨，各安天命。出现了！这是只有5仙对兵仙才能打出来的壮烈。鬼王江龙夺得以在此地下世界立一身的仙兵斗技——仙兵断剑，一枪在手，终身无死角的防御。想要破它，只有一种方法：此枪1丈之内，若无3倍强我，万法不侵。你行吗？不行也得行。仙武呼吸，伏火，金刚皮。一枪火山，鬼枪还山。僵持，出现僵持了。虽然白练刀枪不入，但是龙夺用强力的枪兵铁马穿山，阻止了他前进的脚步。龙夺化解了进退两难的死局，把2人带进了消耗战。很厉害的一招，但是你能坚持多久啊？切！小二度，机会！天影，龙夺！什么？结束了！仙武斗技，伤。回马枪，我这是怎么？身体里面还长的树。是他。为什么？这就是2000年后的世界吗？一过来就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就算是来世的我，也仍旧身处这个世界最黑暗的地方，这算是宿命。接下来就交给我吧。2000年后的我。站
起来了。刚才那枪没有贯穿他的要害吗？怎么可能？喂，别站起来了！既然活着，就别送死了。那家伙对我隐瞒了很多信息，但不管怎样，既然此战是为了他，我们都有不能退缩的理由。大舅喝醉了，离心脏还有寸血。之前的阻挡，挡避开了要害，肺部有一些出血，全身肌肉出现撕裂，以及着传遍全身的麻痹感，是重延时性的神经性药物。这副身体无法再进行持久战了，下一击要决出胜负。五仙法和我在那个时代锻炼出来的暗杀之极致的身体操练法，能够完美结合起来吗？血骨吐纳，气息在肝脏处浓浓的凝聚，首先压制体内残毒，强化肝脏的解毒功能，大量释放能够中和体内残毒的蛋白。烈药。现在百炼的状况很不妙啊，他还有什么反败为胜的计策吗？看这样，龙族并没有趁机攻上去，是身为高手的自尊吗？大血之血，哇，这就是！看来他准备下一击就取他性命。这是何等的无谋啊！他是打算破罐子破摔吗？龙夺这个造型可是……百炼，你是值得尊重的对手，我记住你的勇武和执着了。但是为了女儿，我可以承受一切罪孽。一旦你走进我的攻击范围，至少让你能够毫无痛苦的离开，就用这我只能施展一次的绝招——成绝影。行，女儿，接营。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到底刚才发生了什么？怎么可能？你看清楚了吗？没有啊，好像被刺穿了，但是下一瞬间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他打倒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因为速度太快了，乃至于我也有点懵。让大家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吧，3倍速。好像还是看不清楚，那就6倍速。有了！虽然速度很快，但是中间能看到什么东西。10倍速，大家再看一次。这是何等惊人的神技！计算好龙夺刺出的极限距离，身体后仰的瞬间，利用突刺和中枪这一瞬间的停顿，抓住枪杆，再借助收枪的速度和力道，击中了龙夺的要害。刚才那下是我彻底输了，为何不取我性命？胜利的那个人决定做什么，输的人无权过问。我宣布，此战胜者百炼！可恶啊！居然害老子输钱，废掉他！绝不能把他给他。没问题，老板。魁爷打手，李斗神退役选手，蝮蛇，善使五毒。哟，绷带都没解，你小子还是挺有骨气的嘛！老子最喜欢摆弄那些有骨气的家伙了。嘿嘿嘿嘿嘿。魁爷打手，李斗神退役选手，风猫，右手5指骨中嵌入铁指甲，圆可玉，近可撕。
辉爷交代了，会留你一条小命的。就凭你们两个，我一夕之间就能解决，一起上吧！侥幸干掉那个老东西，就飘到这种地步了吗？老子特别开恩，让你尝尝我新调制出来的猛毒，让你体验一下看着自己从外到里慢慢融化的恐惧吧！借尽心肘！怎么会？先武气功，一反复。喂，不是让你们别的猛快结束吗？喂，你们他明明身受致命伤，却还能冷静地用激将法刺激我们放弃联手，形成1对1的局面。还有从来没有见过的强大且诡异的招法，瞬间扭转局面。进门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把我们的生死牢牢地掌控在了手心。这感觉简直就像是力斗神的绝对王者绝影，居然让我回想起那个还没出手就吓得我夹着尾巴逃出力斗神界的男人。怎么可能？你明明只有你不是你想干什么？你违背约定在先，想要置我于死地，或取你性命，也是公平合理。杀了我，他也得死！老子已经给他下了斗神印。斗神印，这个时代推动了全国性斗神大赛背后的最高权力者八柱国民，为了防止斗神叛乱，开发出来的斗神封印，刻印在每一个斗罗的身上，所有斗神的生死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既然不敢动手，那就乖乖给老子战！是。你敢指我？你这招换作旁人还真管用，可惜遇到了我。你对我干了什么？只要你忍不住求我送你去死的办法，有不少，你都想试试。不想。很好，那么跟我说说，你出尔反尔的寻过去。他有着成为顶级斗神的资质，有个大人物出了高价。哦，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干掉我，还要留我一命？这是因为表斗神界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大赛，需要的是精彩刺激，斗神一直能避免他们叛乱。但是在不断的死斗中，许多斗奴们精神崩溃、自残、暴走的事件屡禁不止。为了让这些斗奴们能够尽力战斗，且防止他们神魂崩溃，而创造的秘密规则将他们最真实的东西控制在手中，从而胁迫他们为了守护最真实的人而去拼命的战斗，来驱离这个世界的观众，真是邪恶而有效的手段。而且包括我的到来，似乎也是一张早就织好的大网中的其中一环，真是太有趣了。饶命啊！饶命啊！你要钱要女奴，我什么都给你，什么都给你。
刚才这下只是为了告诉你，死亡对于恶人是种解脱，活着才能身处地狱。你想干什么？我们玩个游戏吧。您说，我会继续替你打理斗神赛，尽量给我安排厉害的高手，而我还会做你斗馆的斗训师，他由我来专门锻炼。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不行不行，他已经被大人物看中了。我，这是你要解决的事情。作为游戏对等的奖励，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你只要取我性命，便能解除这个状况。不敢不敢。不用担心，如果你能找到夺走我性命的高手，或者在不被我察觉的情况下解决了我，你的问题就解决了。答案已经给你了，你就尽量的发挥你的狡猾才智吧。你是个疯子！现在带我去见见他。天行斗馆牢房。原本的世界无法了无生死，只要活着心有牵挂，就会不自觉的对于来世缘这虚无缥缈的东西心生向往。来到这一世，却如此真实的让人感受到了这虚无又真实的东西。这一世遭遇匪徒洗劫，我带着他逃了出来。后来我俩相依为命，以抢食为生。快点吃！我俩联手，在和底层帮派的斗争中赢不输，以打劫恶商贪官为营生，被人称为幽灵双煞。钱都给你们了，好汉饶命啊！这些年你倒卖了多少女孩，给那些贵族老爷们当女奴，心里没数吗？还想拿钱买平安？不敢了，不敢了。实行，走。放开！你干什么？你脱身了，才有机会救我。这个时代，有资质的女性罪犯会作为拍卖品被各大斗神馆拍走，训练成为斗奴，参与残酷的表斗神赛，取悦全国的观众。而这一世的我得知此消息，便找上门去，与他做了一个交易。我是个商人，做的就是买卖。你若是想要人，就得给个合理的价格。去参加礼斗神赛吧，那是一笔天价，只有参加礼斗神赛，才有可能赚到。礼斗神赛，一个比表斗神赛更加残酷、死亡率更高的地下比赛，是用以测试新的功法、新法术的修罗地狱。行，这是各斗馆的惯例，请见谅。这里是你的地方，可不要失了你馆主的气势。是。斗奴0385号试图伤害管理都师，鞭刑10下。魁爷，您来视察了。他们是斗馆的财富，莫要过分。是。魁爷今儿是怎么了？转性了？这里。任何时代
只有在最黑暗的地方，才能诞生出最坚强、最美丽的生命之花。你来了。我来了。你不是他，萧何呢？在之前的李斗神战中，他的神魂受创，此刻正沉睡在这里。能醒过来吗？能。那么，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如果我说我从2000年前来到这里，要寻的人在你这儿，你信吗？傻子才会用这么低级的谎话来骗人，我信。这么轻易就相信我了？这可是女人才有的感觉。这么轻易相信人，可是很容易没命的。我一般不轻易相信一个人。如果我说你捡回来的是一个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恶鬼，你信吗？我信。啊，这么轻易的就相信一个陌生人吗？因为女人的感觉啊。这么轻易信一个陌生人，可是很容易没命的。能让我信的人不多呢，但是我却信了你呢。转世之事，确实有些玄之又玄呢。是什么事，让你不惜来到这里找他？这是一个很长却又很短的故事。喂，要讲故事，那就先放我下来啊！合适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还是先说说你的事。回爷密室。求放过女王大人，姑奶奶。所以这家伙把我卖了，又骗了阿萧。从一开始他就盘算好了。求！那些人很快就会回来把我带走了，那我们快逃！你被施了斗奴印，逃到哪里的？那怎么办？被施加了斗奴印，黄和达都不行。只要有对等的随后手段，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也可以直接强行抹杀。但是硬碰硬是最后的手段。在选择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之前，尽量了解更多的情况，选择最优方案是一直胜下去的关键。先听听他怎么说。这招还真好用，这是什么法术来着？这不是法术，是2000年的暗杀法，神杀。说正式版，若是斗神馆之间遇到这种违约的事情，有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案？本来只要赔付本金加违约金，也是可以解决的。喂，你把我卖了多少？这个数2000领金，这么多？是20万。20万！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这些奸商，钱呢？那是卖我的钱，给我！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吃几辈子都吃不完。对不起，最近管理缺钱，所以我把钱都压在李斗神赛里赌百炼大爷的时候输光了。想现在就打死他，可以吗？让他先说完。上级斗馆对于接受这么高的价格，就是认同姑奶奶的斗神资质，这价格可是卖出了种子选手的价格。那么果然还是只有操控或者处理掉他们的馆主这种方案了吗？这么淡定的说出这样的话，对方可是上级斗馆，这个人是疯了吗？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以武止争。以武止争，这是斗馆界的地下规矩，一般都在于平级斗馆之间私下解决利益纠纷的规矩。双方会派出自己的理斗师或者物色来的守馆强人来决斗，胜者决定一切。但是上下级之间因为资源的差距，很难找到同等级的斗师，所以很好，简单又直接的办法，你去安排吧，由我来出战。你要去哪里？先去见一个人，再去找一个人。欢迎光临，请问想喝些什么？2杯220年份的老刀烧。老刀烧没有，茅台行不行？这种尴尬的对话，每次都说不习惯。啊！贵客，请等等。不好意思，各位，小店今天打烊了。这个欢迎仪式还真是热闹。对不起，因为我的任性，让你久等了。我可是等了整整2000年啊！当然是久等啊，混蛋老大！和我说说吧，这2000年都发生了些什么？老大，你虽然变年轻了，但是这份只属于你独有的微笑，只有我们能看到呢。因为你们是我最重要的同伴。自你们离开后1年，如那个人所说的，旧世界的起点便出现了。几个神秘人物突然以仙人之姿现身于世，布道传法于世界，人类从此便由科技文明走向了探索人类自身极限的修真文明。那几个是什么人？不清楚。让人感到可怕的是，即使以当时老大你所掌握的全球情报力量，居然找不到这几个人的来历。你都做了些什么？我用老大你留下的财富和资源，组建了这个存在了2000年且遍布世界的组织，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收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情报，记录一切能够记录的历史。因为我知道，老大你在这个时代一定用得到。然后，为了不让自己和老大见面的时候变成一个小老太婆，我开发了一套活体冷冻复活设备，结合我学习来的归西法，每隔100年我会重新出来几个月，了解当时的各项情报，处理引得重大事务，便再次沉睡。现在刚好第20次。即使现在在这个世界还流传着关于我的传说哦。有那个人的线索吗？有，但是也只是通过海量的情报结合排他法推导出的结论。他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的完美，到目前为止也只是能够推定出谁是他，却不知道他是谁。
我要去见见他。老大，要我陪你去吗？我们陷入了他织就的一张大网里，这让我很不舒服。我想单独和他聊几句。他就是这个时代最具权势的8柱国之一，龙氏当家人的第3子，龙冠氏。好，还有一件事，找到他们。好。老大，我给你做安排。龙家守卫森严，而且高手无数，千夫进龙家。老大，我给你做安排。龙家守卫森严，而且高手无数，千夫进龙家。不用，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一出现，他就会见我。老大，你想闯进去？你才刚到这里，还没熟悉修真者之间的战斗，怎么能这么贸然的？放心吧，我可不会那么无谋，他是不会让我死在这种地方。这个时候，而我为了尽快的适应这个时代，任何一次让我尽快锻炼的实战都不能错过。我可是从无间地狱里爬出来的人呢，我是谁？给我们带来光明，给世界带来绝望的男人，永夜。天都八阵，天都八阵乃是追随皇帝创建帝国的8大豪族，分布天都8位，亦为镇国8柱。龙氏一族居正位。若欲求胜，首重4支：知天、知地、知己、知彼。根据这一世的记忆，主流的修真法术分为4大门，着重开发生命的体系，潜雷驱火之类的武器，还有可御气随心的剑术，以及着重神明灵性的神术，各有所长。我所修的便是体修一途，实力加深，手可兼刚国化，将肉体潜能开发至极限的法门，威力强大，更有体修所衍生的斗技双连，但是会大幅消耗体力和能量。站住！你是何人？此处乃8柱国龙氏一族封地，若要进入，出示行令。此刻我在上一场斗神赛的伤势还未愈合，无法施展斗技，正好试试体修结合2000年前的中华秘传武法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喂，让你站住，听见没有？石头是你将全身的力量聚集于手掌掌心，气味犹如震天雷霆，名为心无掌心雷。无形符法，无杀藏。五行法门，面对体修，先保持距离固守自己，同时限制对手的行动，非常专业的应对手段。无愧是8柱国，只是手无后有选择。8级阵脚，还原通臂。大牛！你这是什么法术？为什么从未见？他来了，感觉怎么样？还是那么可怕，在不断的快速的变强，把华夏经过1000年洗练的古暗杀法，结合仙武体修的境界结合起来，变得越来越熟练，越来越丰富多彩。你觉得他此来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察觉了你真正的目的才过来找你，顺便利用龙氏的战力进行决死修行，快速的让自己进入这个时代斗仙最强战力之列。这进化速度有点快呀，毕竟在那个时代，他可是已经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锻炼到人类极限的地下皇帝永羿。你不想去试试吗？还不够，还不够，还差你，再等等。来结界，他身上有伤，我来消耗他。雷法，万敌化龙。失速。
此刻我们的速度已经超出肉眼可以捕捉的范围，只有用吸引可以捕捉到对手的身形，但是这样还不够。如果只能僵持，有伤在身，必输无疑。但是将神速结合暗杀术的轻身身法，就神速加轻身术，那是无痕步法。行。雷法万雷风诀。什么？感谢你助我修行，到我了。金刚，这只是打个招呼。这无穷无尽的攻击，你能抵挡多久呢？不会这就没戏了吧？真是豪迈又优秀的法术啊！一边吸收碎石，一边再喷射发射出来，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太极棉式。不，他想干什么呢？你呢？我认输。你想知道是谁赢了吗？很可惜呢，好像是我更厉害点。是吗？他在哪里？带我去见他。哼，他也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你呢。走吧。对了，现在我叫紫月，别和我的前世搞混了。我和他虽然性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对男人的审美还是合拍的呢。原来你有伤在身，所以你一直带伤战斗。我继承了前世的一切记忆，明明知道你很厉害，但是看着现在的你，还是感觉面对着一个藏在黑暗之中的巨大的怪兽。你想说什么？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呢。请进。和他打完，感觉怎么样？亲身感受的可怕。您挑人的眼光真准。很惊讶吗？再次出现在你面前的我，超出了你的想象。确实超出了我所能预想的所有想象。那就换个方式交流吧。毕竟我们也不是很喜欢这幅图景呢。我们欢迎我的贵客，我可是等你许久了。啊，这样是不是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了？请坐。所以，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你们。这2000年前的鸡尾酒，可是这个时代不曾有的好东西呢。若是觉醒前世人格和现世的人格毫无芥蒂的互相接纳，加上一点特殊的体质，便可以共存于同一副身体里。
给我一杯血腥玛丽，谢谢。喂喂，我很好奇，你明明身受重伤，怎么还敢以这么正大光明的方式闯到这里来挑衅的？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未知，这会让我很不舒服，所以我要知道答案。你们费了那么多心思，让我来到这个时代的答案。我输了，还是你更了解他。我自罚一杯。我告诉过他，最好主动去找你说明一切，不然你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虽然我们互相接纳了彼此，但是就算是你把他描绘成多么可怕的样子，本座身为八柱国龙家这一代的当家人，就算你找上门来，又能怎么样呢？神界一掌乾坤，你不过是本座选中的工具人而已。八柱国是什么？他也会神修法门，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你们怎么没告诉我？我不是说过，在那个世界，没有人能了解永夜帝王的全部啊。这不是神修法门，是密宗无上正道密修梦幻观。看样子和神修很相似嘛。可以开始聊聊了。你问吧，我知无不言。给我找好了锁，所以才敢这么自信的知无不言吧。聪明人之间打交道，隐瞒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没有筹码的合作同样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将我从2000年前带过来，还做了这么多布局，这件事本身，即使是这个修真的时代，也需要调动国家级别的资源。我要知道你们的计划。哼，真是个迷人又危险的男人呐，让我第一次涌起身为一个女人的情感。是吧是吧，继承了前世记忆和感受的我，可是很清楚地感受到他的魅力呢。不过不同于男女之情，还要在那之上，感觉就像是能够毫无保留的信任，为之赴死的感觉。女人啊，总喜欢把话题带偏，就由我来说明一下情况吧。2000年前被后世称为隔世五仙的5位圣者，让世界走向了起点，整个人类文明的根基被彻底颠覆。金钱、权力的魅力远远比不上人人皆可成仙以及永生不死。虽然至今也没人了解五仙的来历，以及他们后来又如何从历史中消失，但是普通人可能拥有绝佳的资质和超强的实力。过去的权力系统被颠覆，随之而来的是500年的黑暗时代，礼乐崩坏，信义无存，纷争不断，直至在500年后出现了一个超绝人物李宇，使得世界暂时得到了稳定。我不是来听故事的。这很重要啊，因为500年的黑暗时代已经让隔世五仙的仙道大学变得残缺不堪，但是自凌云峰之后的1000多年间，更是仙路断绝。有能力和智慧的后人们一直在努力的构建和重新开拓仙道之路，而到了现在，能够再现的最高境界，仅仅只有金丹之境。所以现在即将出现新的变化，但是由此带来的力量变化与原本的权力根基将再次出现矛盾。真不愧是能被称为永夜的人物，我真是选对人了呢。没错，其实这表里斗神赛制，表面上是为了作为帝国稳定工具，作为全民竞技娱乐，其实是八柱国为了研究金丹境之上，停留在文献记载的元婴心境所设置的实验场。经过数百年的测试和观察，我们已经发现了通向下一个境界的道路，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对新境界的极端渴望，
和由此带来的对八柱国权力以及国家根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八柱国们面对这个情况，分成了激进派和保守派两个没有妥协的对抗势力。所以你就是激进的那一边，成了刚才那副样子。权力算什么？即使是金丹境，人类的寿命也不过区200年不到。但是那元婴境界是内蕴盛开，寿元可知800，有了更多的时间，不是比金钱、财富更有价值的东西吗？就可以探索更深的可能性，怎么可能有人能抵住这种诱惑呢？你说是吧？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就快死了。八柱国共议国事，原本4对4，势力均衡的时候，谁都不敢轻易动手，因为谁都不愿承担失败。而我的激进行动导致的结果，平衡崩坏。保守派一旦占了上风，激进派的势力就会面对保守派的全面围堵清剿，最后很可能演变成一场诸国之间全面战争。双方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如果早晚都要打，不如趁着我还没完蛋之前就提前开战，这样保守派的胜算就大大降低。以此为底线，大家一致同意推出一场范围可控的秘密战斗——8节争霸赛，由各自选出或者培养的最杰出的战斗代表参与里斗神赛，最后夺魁者拥有世界走向的权利，而你便是我们经过筛选而定下的龙氏代表。行了，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裹挟，你最好趁着锁链还在时达成你的目的，否则你们会迎来比失败更悲惨的结局。他原来是这么可怕的人物吗？确实可怕呢。这里告诉我，最好相信他的话，除非我们确信自己1000%能赢他。老大，事情谈妥了。拜托你的事情进展如何？已经带过去了。好，那么继续下一步吧。老大，你见到九尾了吧？现在的他叫紫月。紫月是八柱国龙氏家族重金招揽的精通五行法的超级修士，而且还在和龙氏当代家族进行极其秘密的法术开发，是这个帝国顶级的高手之一。他觉醒输了吗？他可是号称千面人，将各大国所有政要、军方势力玩弄在手中的超级谍报女魔头啊！他们居然能请动你出手吗？太大材小用了吧！我很好奇，他们给我看了什么价码？我欠了某人的唯一的人情。这么贵的价码，他们还真是舍得用在我身上了。我是不是该感到荣幸？那么，你准备好了吗？等等，再等一会儿，再让我确认一次。你看，面对如此美景，我还是感受不到一丝情绪，就连这个表情都是面具戴久了，肌肉记忆自动摆出来的，因为这样最能迷倒男人。你干什么？我不是都去死了吗？放手！放手啊！
九尾已经死了，现在的你想活？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啊？你凭什么知道啊？就凭你现在这份情感，是属于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我已经无处可去了。既然你救了我，可得对我负起责任啊。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也没关系啊。听说你也有几个手下，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吧，管饭就行。随你。喂，大会的窗户谁赔啊？他会回来的。嗯，走吧，去见见那个人。好。你们到底是谁？告诉你们，我可没钱付那么高的医疗费。老爸，安静点好吗？护士姐姐在那么认真的给你包扎，你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对不起，乖宝宝，爸爸错了。这些都是你安排的，为什么留我一命？伤口处理的怎么样？处理完就出去吧。把孩子也带出去玩会儿。跟姐姐出去买棒棒糖吃，好不好？去吧。谢谢姐姐。我来找你帮个忙。我答应。哼，你答应的这么快吗？老子的命都是你给的，现在还能和女儿在一起，就是对我天大的恩情。我这条命就归你了，说吧。替我取一人的性命。好。这就开始训练了吗？没错。大人，昨日一人大闹八柱国龙氏峡镇的，就是您吧？您这么做会惹上大麻烦啊！八柱国们，包括皇帝所有大人物，绝对都已经盯上您了。咱们这小小的斗馆，会像一只蚂蚁被他们碾碎的。小的已经想好了方案，咱们一起逃出帝都吧。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也不是你能理解的事情，也不要想着你能偷偷溜走。你联系好的暗区已经被处理掉了。您说什？拼尽全力让你对我还有利用价值，你就能活下去。一定，小的一定为您赴汤蹈火，周到服务。不要脸老东西！姑奶奶教训的是，小的不要脸。不，小的没有脸，小的只是两位最忠心的仆人。清场，都出去！这两人是谁？新来的斗奴和斗训师傅吗？不是说魁爷派到一个超级有潜力的新人吗？就是他，看着也不怎么像嘛。闭嘴！说过多少次了，在这斗神界不要小看任何人，不然会丢了你的小命。
我得修炼多久才能拿得起这个？这是人的身体能够打出来的吗？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根据斗神赛制的规定，每个被打上斗奴印的人，半年内至少要参加一场不限等级与规模的斗神赛。所以新人斗神的丧生率是极高的，大都是缺乏实战经验，以及被恐惧与胆怯束缚了手脚。那要我干什么？活下去。什么？他不会使用仙法，只会使用枪术。从现在开始，直到晚饭，他会以夺走你性命的觉悟对你展开追杀。不要抱有一丝一毫的侥幸，用尽你的一切活下去。喂，你说说。从小就在为了生存而拼死争夺资源的环境下成长，对于杀气有着深入骨髓的敏锐，身体自动做出反应。这短短一瞬间的处置反应，快速的让自己进入死斗状态，既不莽撞也不胆怯，而是第一时间跳出对手的攻击范围，集中精力观察对手，面对杀招并没有恐惧，而是瞬间直觉式的做出应对。这种野性的直觉犹如一只野豹，这样的良才美誉让人不自觉的想要将它打造成天下无双的样子。这里就是传功室。你也进来。好嘞。嘿，您坐，我来给您做介绍。小的曾经就是斗馆的解说，专门负责修行解说的。因为人缘好，意外打探到斗神赛牌外赌局的内幕信息，押上了全部身家，发了横财，才开启了这间斗馆的。哪个时代都不缺你这种左右逢源又有野心的人物，时机和运气到了，还有可能登上那最高的地方。不敢，小的只是想发点小财，混口饭吃。爷，您才是超乎小的想象的大人物，小的一定全力辅佐您，做好你的跟班。开始吧。得嘞。之前已经向爷讲过斗奴的来源和掌控体系，接下来该要介绍斗奴的培养，包括境界的提升与法术门类的选择与修炼。为了让斗奴能够快速的参与斗神赛，目前主流的便是符丹，兴起于10年前，以速度快、结单率高而广受好评。有什么副作用？一开始死亡率很高，但是随着需求量的增大，到现在符丹的死亡率非常低，而结丹的效率也非常的高。还有一些黑市里流出来的未经官方授权的特别丹药，风险大，但是有时候能够让斗奴结出高等级的金丹，价格也炒成了天价。还有提升金丹境界的丹药，也都是向各个斗馆供应，明码标价，但是由于价格递增，所以一般只用在各个斗馆的潜力选手或者种子选手上。看来八柱国们已经掌握了量产金丹境的制丹方法，风险低，效果好，强者之间的差距被拉近。那些拥有权势、立于顶端的最强者，对于更高境界产生了极度渴求，形成了激进派，也是人之常情。再往下便是法术的修行，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因而会根据结丹后每个人的体质倾向，分别选择真武道、五行法、御剑流、冥神魂4大主流法门，包含了一般性的攻守法门，以及一些修炼难度大、极具杀伤力和观赏价值的斗技的修行法门。斗神赛不仅仅只是厮杀，更像是一种全民性质的竞技娱乐。那些掌握有斗技的斗女会成为全民偶像，为斗馆带来极大的财富，成为斗馆的摇钱树，
就能获得斗馆更多的资料加持，提高自己的存活率。我这一世所修的斗技双连，便是一种杀伤力大、难以防守，但是对身体消耗也很大，被设计出来的，还未像表斗神赛推出的斗技。再往下便是……你先下去，剩下的我自己研究。是。武修法我已尽晓本质，然而要将身体素质强化到极限，需要的是日积月累，以及利用身体的超回复的现象，对身体组织进行不断的破坏和再构来实现。我的炼药法门能够加快这一进程，但是这也还不够。拥有能够立于万人之上的战斗力，还需要开发更有实战威力的新思路。大人，这里没人，您找错地方了。滚开！你还想瞒住本使？那个大闹八柱国龙阵、破坏京都治安的人犯就在里面。这位大人是京畿兵马司的铁面无情的1号捕快叶押，我拦不住他。跟我走一趟吧。龙震并没有追究此事，你又为何抓我？本使乃兵马司，归皇权直属，负责京都治安。龙氏追不追究，与我抓不抓你有何干系？跟我走一趟，把事情交代清楚。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拒捕的话，就别怪本使动手了。好手段，再来！躲躲藏藏，别想跑！木神通，金开头，谁是？暗杀古法，起杀，神通术，这是区别于4大术法类系统之外。如同抽奖，修行者由于特殊体质或者某种特殊机缘的关系，拥有了特殊能力。阴险的狐狸，本使面前也敢耍花样！阴险的狐狸，把姐姐还给我！那便试试抓住我吧。提修法门，身行千里。小桃，没门，拼速度！本使还没怕过。御剑惊雷！我亲手抓住你的！体修神行法，便是体能因进入金丹之境后，或将气覆盖肌肉，大幅提升肌肉的输出效率而形成的远程奔袭法。身体素质越强，神经反射弧越快，气的覆盖密度越高，速度越快，且奔跑轨迹应变也更灵活。由于空气阻力的关系，越接近音速，消耗的能量越高。而这御剑术是通过剑气附于本剑之上，可悬浮于天地原磁之上，原理近似于我们那个时代的磁悬浮列车，速度很快，耗费的元气的速度很快，但是灵机变轨的速度不如体修神行。临战当中各有优势，光是这样还不够。此刻我伤势已复，内息充盈，状态很好，奔袭速度已经接近音速，切实的能够感受到前方音障的阻力。唯一道限制速度的厚重的墙，若是能够突破音障，这神行法的速度便能够更上一层楼。压低重心，调整身形，减少阻力的同时，在前足后蹬地发力的瞬间，爆炸性的气灌注4头肌、腘绳肌、屈髋肌、腹肌、小腿肌群，形成足以突破壁障的炸力之势。神行千里，进阶法门，过楚关。这是什么法门？城郊100里之外。这便是2000年后的风景，你有什么感受？孤独且陌生的世界，老大，
我终于把你等来了。以这种方式来找我，出来见我。这里是个适合谈话的地方。你发暗号的话术还是那么蹩脚。我有什么办法？还不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单枪匹马闯龙阵，还安然无恙的出来。你知道你现在被多少双眼睛盯着吗？老大，对不起，我早就找到你们了，却没能守护好你和姐姐的转世，最后让你们陷入到这种险境当中。傻丫头，你这种总喜欢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坏毛病，总也改不了。别把我当小丫头，这个时代里，我可比你和姐姐年长。说说你的发现吧。从出生开始，我便抱有了之前一切的记忆。为了找到你们，以及能够有资格和能力站在老大的身边，我从懂事开始便开始重新锻炼自己。我一边训练，一边从各种情报来源中打探和你们有关的消息。后来我考进了兵马司，那里是汇集情报的地方。我是001号学员叶芽。维持治安乃是重中之重，你等皆是通过严苛考验、千挑万选的精英中的精英。果然在那里，我很快便发现了你们的踪影。可是很快我便发现了不对劲。教官，情报科的人请你去一趟，幽灵双煞又犯大案了，他们这次把户部主事的大公子给绑了。教官，让我去试试吧。这两人从黑市获得管控丹药和法术，已是筑基中期，头脑灵敏，我自会处理。你继续训练。是。此后几年的时间，你们不断的犯案，教官虽然都有采取行动，但是官方说法都是你们太过机警和狡猾，总能逃脱抓捕。我多次申请想要以抓捕你们为名和你们有所接触，却始终被各种理由驳回。直到1年前姐姐的转世被抓后，你的转世便加入了里斗神赛。直到最近你和龙驼的比赛，我就知道终于等到你来了。你的观察力进步了很多，换做以前的你可不会想那么多。此战胜者海烈。为了不让人怀疑我与你的关系，你知道我是忍耐了多久才找到这个合适的机会才能来接触你吗？让你久等了。能够等到老大，又能够再见到姐姐，多久我都愿意等。老大，那个人处心积虑的控制你和姐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代表他们参加里斗神赛。据他所说，八柱国正在谋划一场涉及到决定这个国家生死的顶上战争——八节争霸。用叶江龙官事所言，向叶鸦尽数道来。有想到什么？里斗神赛效仿我们那个时代拳击赛的赛制，参赛选手需要先打排名，进入前15的选手以及上一届的斗神一起重新竞争斗神的头衔。看似是个讲究实力的规则，各方势力为了获得斗神的排名，其实会采用很多黑暗的手段，包括下药、超能消耗、伤害累积等方式，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打击对手，扶持自己的种子选手。这种局面在我们那个时代也经历了不少，我们都是怎么处理的？任他妙算千万，神通广大，后具之法千万条，我等只行霸道，微服一切，是为斗神。决死修行，以战养战，以最快的方式将身心进阶到最巅峰的状态。所以这便是老大你闯龙阵的原因。这只是其一，其二是为了保护的。正如你所说，独闯龙阵之后，其他势力的人必然会关注我。若是我展现出了超出他们预期的价值和战果，那些本质上与我没有敌对关系的人，随时会因为我的需要，转而对我开出更高的价码。
而这便又会使得龙氏为了不激怒我，从而不断抬出更高的价码来拉拢我。彼时他们用你姐姐来束缚我的筹码，便会反过来化解。前提是，只要老大你一直赢下去。还有，我有事需要你调查。好，我需要这几年的帝都以及周边藩镇的所有犯罪数量和分布图。好的，老大，这事交给我了。时间不早了，擅闯龙镇之人法力高强，我苦追不及，只能先行回禀。让你混蛋，让你这样，让你那么狠，再来啊！不是要取我性命吗？气势呢？杀气呢？起来，我还能再战500回合！快让他住手啊！我还以为找来了什么高手，就这？你的表现确实出乎我的意料。看来难度还能提升一下，那就找个更厉害的对手给我吧。对手还是他，不过这次在不杀他的前提下，一招之内把他放倒吧。你这家伙可真会难为人，一会儿让我杀他，一会儿又让我不杀。一招放倒，这太小看我了吧？你能办到吗？不行的话，就我来。不杀还是有点难度的，不过问题不大。那便开始吧，一瞬间就可以结束了。喂，别小看我啊，我也是生死里打滚过来的。那就废话少说，用尽你的全力，做好准备吧。怎么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让人浑身发麻。以金丹中期的境界释放出来的杀气，犹如实质用尽全力之间的差距。退出你的攻击距离，看你怎么一招放倒我。来了！怎么可能？我明明已经跳出他的攻击范围了。要不要这么狠？爸马上回来陪你。我连输在哪里都还搞不清楚。一开始我以为我已经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外了，在我刚以为勉强躲过他的刺激的时候，下一瞬间就有一道枪影从旁边打过来。我感觉他还是有所保留的，不然一开始我可能就挂了。他只是用了仙法结合枪法最基本的兰拿扎，在你以为自己感受到他的恐怖杀气之后，退到你以为的他最可能的极限的突刺范围之外，你就已经落入了他的陷阱。而实际的情况，龙夺突刺的同时，放松了自己的双臂，任由双臂在强烈的突刺下，手臂关节在韧带的带动下，如同弹簧一般的做了2次延展。原本他这一枪便是准备打进你的头部，把你打晕。出乎他意料的是，你在街斗死斗中锻炼出来的直觉，让你瞬间做出了下蹲的反应。此时的龙夺临时变招，只是用了一个抖枪的动作，从突刺变成抽打。真是好不拖泥带水，干脆利落啊！他是怎么变得这么强的？那是为了重要的目标，忍受极限的艰辛。
将身心千锤百炼的结果。这么说，能躲过他的第一击，我还挺厉害的嘛。哼，他的实力在里斗神赛里大概在40名左右。还有那么多比他更厉害的人，那么你比他厉害多少？我只有稳稳地站在第一，你才有生机。而若是你无法活着等到我拿下第一，这一切也都没有了意义。你明白吗？我要怎么做才能变得更强，一直赢下去？我还以为你会消极得更久些呢。开什么玩笑！如果消极就能活下去，那我早就是消极之王了。想要快速变强是有捷径的。快说，快说！极限训练还不够，向人而生，不断的在生死边缘活下去，将你的战斗潜能激发到超越极限，你才可能在短时间内超过那些已经在斗神赛上通过不断的胜利拥有了地位和实力的高手们。只有不死才能活下来是吧？我可真是毫无退路啊！不过我们不就是这么一路活下来的吗？要我干什么？尽管来吧！真是两个疯子！老子我经营斗馆1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让人忍不住想要看到他们的故事的结尾。两位需要什么，尽管吩咐小的，小的一定全力以赴。的确需要你办事。请说。我要能够助他凝成无垢金丹的丹药。什么？无垢金丹？这玩意儿还只是流传在极少圈子里的情报，我也只是听说一点而已。您是怎么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不问，你能活得更久一点，记住了吗？小的明白，小的明白，我这就去打听。无垢金丹是什么？我怎么都没听过。人从出生开始便分平等，有人立刻居顶，有人形如游龙，有人擅长战斗，有人擅长研究，有人心思细密，有人不拘小节，各有所长，也各有所懂。金丹也是如此，无垢金丹便是金丹中的最高品阶，体内法力的恢复能力、法力的储存量以及法力的输出效率上，都比普通金丹要高出许多。面对对手，就具备了更多的优势。但是凝成无垢金丹的丹药是尚未流通的，只在极小范围内测试的丹药，成功率很低。若是扛不过去，便会丢了小命。若是结不成无垢金丹，斗神赛上一样会泯灭。生死关头，不怕死的那个才能活下去，对吧？直到明天都好好休息吧。在你的第一战到来之前，龙德会一直对你进行比今天还要残酷的对战。你要去哪里？处理你的契约。龙师有求于你，这种事情让他们出面处理不是更好吗？若是让他们出手，只是借威，而我此行是为立威。老大，要弄到无垢金丹的秘药，为什么让那个肥头大耳的东西去搞？印可以弄来。杀鸡怎能用牛刀？有什么事吗？哎呀，别放出那么刺骨的杀气嘛！知道你要来此，本侯是来看看你的风采的。同为8节争霸的选手，本侯可不像那些喜欢把自己藏起来的蝇营狗苟的家伙那样，要看就大大方方的看，要打就轰轰烈烈的打，就像你闯龙阵那样痛快。身为8柱国之一的男人，
从幕后跳出来亲自下场死斗，我并不讨厌你这样的武痴。老子这辈子就喜欢打打杀杀，什么霸主国，什么天下，全都不放在眼里，唯独喜欢那些登临极境的对手。所以，老子也对你喜欢的不得了啊！这里是老子的麾下一处产业，别那么客气，直接进去便是。进吧。宇文大人，他怎么来了？他是来视察的吗？那个人是百炼，是那个闯龙阵的百炼。他来干什么？快去通知馆主啊！大老板，这里可是你的产业，踢坏了大门，小女子可是要去你府上报销的哦。小影，怎么感觉你变美了呀？少奉承你！为了打理你的产业，不知道我有多操心吗？居然还和踢馆的一起来坏了自家门面，你是不是有病啊？老子就是来看他打架的，你们聊你们的啊！既然发动了以武之争，那便开门见山吧。那个丫头可是人家花了大价钱买下的，想拿回去就得凭真本事。这以武止争的规矩，你可知道？发起人发起的挑战，应对人必须接受。公平起见，挑战规则由应对人提出。很好，那么我的规则就是，由你提一个让人家满意的规则。随你派多少人，到你喊停为止。我若出了这脚印，便算输。好气魄！这个世界上能说出这句话的，要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要么就是登峰造极、自负无敌的大豪杰。月影，你怎么说？你知道你刚才这番话，可是惹恼了多少人呢？去吧。老子来会会你！元奎，李斗神赛排名23，无修法门，开山神力。看出什么门道没有，小影？这元奎能够在施展金刚劲的状态下急速冲撞，即使比他厉害的高手也不敢硬接这招。刚才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居然连我都没看出个玄机来。哼哼，他只是简单的抓住个傻大个，顺势将他丢了出去，仅此而已。面对如同一块重型巨石的高速冲撞，若是想抓住并且丢掉，简直就是最愚蠢的做法。错过一丁点时机，不是被撞飞出去，就是被撞断手臂。他这是在展示实力的绝对差距，若非如此，又怎会被那个人选中？真想和他打个痛快！站着不动，任你本事通天，在剑修面前就是个活靶子。试试再下这招吧。段心，李斗神赛排名15，剑修法门。这样，阁下还如何接住？这是劈空掌，还能打得又远又重。声音不对，劈空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击打空气形成的空气弹，炫技大过威力。刚才那下居然连老夫都没看透。
才2下子就顶不住了吗？馆主该不会就只有这些手段吧？你们也是靠实力才打下名声的斗士，这2下便把你们镇住了吗？用火的来！五行火法，喷炎。他不是午休吗？这是五行法，威力还这么强。哈哈哈哈！原来如此，真是能不断给老夫惊喜的男人呢，能人所不能。刚才他用的是水法。原来如此，用午休的力量打出一枚细小的水弹，其威力比劈空掌要大上许多，难怪刚才的声音那么重。我也看过他战斗的录像，还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午休，只是和那龙夺战个有来有回。